好，我们讲到劳动部在昨天公布了他们内部的调查报告，结果一讲出来之后，网络上面直接炸锅，什么意思？因为他说没有办法证明这一名轻生的员工是遭到霸凌的。好，分署长呢，他现在有非常多的，包括了语音啦，包括了内容，在网络上面被曝光，说呢是怎么样丢人家的公文，怎么样叫人家在门口罚站，又或者是怎么样对人家咆哮的。但是现在报告出来就说没有办法证实这个跟轻生有直接相关。好，最主要有可能是什么？是因为他常常超时工作有啦，工作量不合理有啦，工作挫折感有啦，孤立无援有啦，那一切都是他个人这工作压力太大的问题。那主管呢？主管其实目的良善这4个字，目的良善是希望有效的推行业务。那等于说这4个字目的良善，就是这个分署长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好，可是问题是，大家就对这目的良善这4个字非常感冒。好，特地呢是在网络上面，就这4个字，让所有的人骂翻，都已经把人逼到这程度了，叫目的良善吗？结果最后就连劳动部长都在立法院里面哭了。来看看他的状态。部长，请先跟大众说明一下什么是目的良善。我想，谢分署长确实有霸凌的行为，确实有霸凌的行为。目的良善这样的用语错了，我们承认错误。所以你调查就是确实有霸凌的行为。目的良善的用语错了，我们承认我们调查报告写错了。所以好，那我再问，第一委员会的决议再重做调查报告。实在是好，他把它告诉大家，目的良善是什么？是专家他们的专业用语，这个是呕心沥血的报告。那其实呢，就是证明说这个分署长他确实有不当的地方，但是呢，目的良善。结果是在下午的时候，因为一整天嘛，现在立法院里面接连的都在问这件事情，他就直接哭出来了。跟大家还原一下，事情其实是发生在11月4号过去的那一个周末，到目前为止2个星期了。那这一名员工呢，他是在人家上班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在办公室里面轻生。那后续就有非常多的事情，为什么这2个星期一直到现在才受到瞩目？先前有没有压新闻的问题？这一些呢，大家都要查。然后这个分署长到底谢宜容背景八股有多雄厚？现在呢，何佩珊说直接已经将他给停职了。本来还说我没有这个权利，我没有办法去因为大家都是公务员，我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什么的。现在没有了，现在直接停职。结果呢，谢宜容更直接，他说不用你停职，我直接辞职。这是反击吗？我就看不懂了。来请教一下乃菁姐。我觉得整个劳动部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不但的令人非常的愤怒而且觉得荒唐至极。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位不幸往生的员工，他是心中有多大的无奈和愤懑，才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到办公室里面去，选择了那样的方式轻生。他是必须要加班。所以你看他有多大的这个不满，还有多大的无奈，就选择走上这么一条无奈的路可是呢，劳动部呢在第一时间，你发现有员工在办公室这样子死亡的时候，你的署长和你的部长应该是感觉到非常的震动吧，应该就感觉到非常的悲痛吧，你应该要立刻的去了解情况，慰问家属，而且要进行彻查。但是他们的反应不是这样子是要试图去掩盖这件事情。今天传出来说，何佩珊何部长呢，他是去告诉民进党在新北市的党部的这个主委，好，告诉他说，你去叫这个新北市的那民党的议员不要再质询这个事情了。何佩珊他原来是柯建铭的办公室主任嘛所以在他的脑袋里面，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是政治事件，都是政治危机，都可以用桥的把它压下去。这是一条人命何部长。他有没有搞清楚啊？然后呢，现在的事情呢，整个啪开来了，搞得天怒人怨的时候，劳动部要采取什么样的弥补措施？他们要颁给这位不幸往生员工劳动模范勋章你不觉得这样子的想法非常的荒唐，而且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
我觉得他是要拿这个劳动模范的勋章来作为劳动部的遮胸布吗？他是过劳他就算今天像劳动部所说的，不至于到霸凌的地步，但他起码是过劳啊。是一个白天5点多上班，到晚上7、8点才下班的，这怎么不是过劳呢？你这样子不是非常的讽刺吗？你要颁给一个过劳，然后遭遇职场霸凌，导致轻生的不幸往生的员工一个劳动模范的勋章，这是在开什么样的黑色幽默的玩笑？一点都笑不出来，而且是会让民众对这个案子愤怒至极。好，也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因为呢，这个现在有非常多网络上面的爆料，其实应该就是所谓的前员工出来爆料哈，很多前员工因为呢，在他这位分署长哈谢宜荣分署长现在请辞了啦，说他要到国外去陪小孩，那他就自己先直接离开了。但是呢，他到这个北部分署这边呢，2年的时间，102人有81个人离退，然后有17个主管是全部他们都直接走了。然后也在今天大家才知道，原来先前不是说有个次长，劳动部次长还约谈他，约谈完之后自己走人，王安邦。王安邦，结果现在呢，这个何佩珊告诉大家，我不知道这个案件，他约谈所谓的分署长，竟然不在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些文件里面，完全没有。那这个东西就像昨天洪胜汉委员他也讲了，其实先前呢他们就已经有听说过了，然后呢也有很多人来这边就是陈情，然后呢也有2个以上的委员说，其实他们有直接的去就问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劳动部里面可以有这么多的记录是发现被掩盖的。民进党内部其实我知道这一次不是蓝跟绿跟白什么的问题，是你们自己内部也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非常不合理，对吧？我应该是包括其中之内哈，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很讽刺啊，劳动部理论上是应该最严苛的劳动标准，然后结果发生了说无论有霸凌、有过失等等，而且这报告其实大家看了会觉得也不合理啊，他又说什么没有霸凌。但最后又承认，包括罚站，包括凌晨还要传讯息10分钟不答的话，还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惩处，包括说言语上的一些动作等等，就是说大家会看到这报告会觉得说没有说服力，就是觉得说好像似乎这政府单位没有有效的去彻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经过是什么，到底惩处应该范围是什么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确实是劳动部必须检讨的部分。但我觉得宏观而言是这样，就是说，今天这个案子其实是上礼拜就已经开始传出来了嘛，对不对？那会到白热化，不是因为说今天这个案子发生的一个本身，虽然这也很重要，但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每一个部门可能都会有不好的主管，是。那你不好的主管，你作为一个部长，你不可能每一个主管无时无刻都在看他讯息，你什么时候跟下属联络等等，这不太可能做到。但是你的考验是什么？你的考验是你如何去回应，当事情爆发出来的时候，你的危机处理是什么？你的惩处是什么？你要怎么避免未来不会再发生？而且同时你要怎么去跟社会大众说明？所以在这个部分是报告，是因为最近才出来，大家看了报告之后才觉得说相当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劳动部确实要深刻的检讨，因为我自己说这个真的是超越蓝绿白的一个议题，很多绿营的选民包括我的支持者，包括台派的等等，其实看到这里都非常愤怒，因为真的是一条人命啊。那我最后只是强调一件事情是这样，就是说劳动部应该是典范，就是说你所有这些劳工的这些相关标准跟基准，你劳动部应该是最高标准。不应该轮到今天你劳动部的相关单位还被新北市的劳动局去查说你到底在工作场域里面你有没有这个所谓霸凌，有没有超时等等等等，这是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中央政府确实要深刻的来检讨一下。好，因为第一时间何佩珊给大家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讲说这个不算情节最重大，所以才会连他们自己的这个委员黄杰都说，那怎样的悲剧才叫做重大？原因是劳动部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场环境啊？这个不算情节最重大，人死了不重大吗？是人命关天呢。我觉得第一件事这个事不能就这样聊。一个分署长，你进来在你任内102个人，走掉了81个人，我请问你的长官为什么没有考核？你分署长的上面，你这署长，包括你们这些次长、这副部长呢，你们为什么没有去考核？说一个单位102个人跑了81个人，这不是非常怪吗？这个池子里面鱼都往外逃，这不是里面有一只鱼浮在里头吗？
你不调查了吗？你不考核了吗？这非常奇怪，而且我觉得这个部长真的非常的不胜任。你看他讲的话，他讲那个报告，他说，对于北分署同仁对调查报告不满，他可以，他可以什么？他可以什么解释？他说呢，没有关系，报告才刚出来，也许大家平心静气，好好把它读完。人家对这个报告不满了，你跟人家讲说，哦，对不起哦，这个面包刚烤出来了，你慢慢吃，吃到最后你就会喜欢，是这个样子的吗？对不对？尤其他讲的话，他说这个是外部专家所写的，里面都是专业用语，叙述必须兼顾平衡，我听不懂。我们是学者出身，对不对？什么叫做专业用语？你用字用的不对，引起人家这么多的反感，你还说专业用语，还说必须兼顾平衡，平衡什么？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平衡？你讲我听听看。何佩珊，你话都讲不清楚来当部长，你说对不对？而且这个事情4号人家就死了，而且死的是非常的悲壮，对不对？非常的悲情。你选择自己的办公室，然后用方式自杀，是有多少的忧愁，多少的恨意，才会让一个人抛弃自己宝贵的生命，不顾家里人一定会发生的那种悲伤，然后就这样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对我如果是部长，我完全没有办法睡觉。我在3天之内我就把它彻查干净。你整整等了2个礼拜，才把这个人就要停职，这样子干了吗？2个礼拜，你这2个礼拜你在干什么？你会不会内疚啊？人命关天呢？对不对？这不算情节最重大，那什么才最重大？要10几个人，你才会觉得重大。这个我跟你讲，真的没有办法忍。我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我社区有一位朋友，其实我是有点陌生，因为大家平常我也比较没有在底下走动。那个朋友带着一个小孩，大概要上学，他看到我，非常大声的跟我讲说，劳动部那个事实在荒谬，实在有够荒谬。他停下来一直讲，他小孩都要拉着他都要向前走了。你看一个摆件，而且我看那样子，大概不是老师嘛，大概就公务员之类的，穿得整整齐齐的，非常的激动，跟一个从来没有跟他面对面讲过话的人，大声的说出他内心的那种感受。你认为这个事严重不严重？我跟你讲，我认为部长，我如果是他，立刻请辞，真的干不下去了。是，现在在网络上面，很多人把这个案子跟洪仲丘还记得吗？当年国防部的那个洪仲丘案来相提并论，原因是因为当年大家觉得国防部里面有一块黑布。现在想问的就是劳动部里面到底有没有黑布？我们先进广告。好，我们刚讲为什么呢？在社会上面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件事情是感同身受，而且呢是心里头替这一位同仁愤愤不平。最主要原因是，当你看到了他清晨5点去上班，晚上8点下班，被要求要打假卡，然后就是你要上班时间才能去打卡，但你工作的时间要把事情做完。那为什么你会说周末他为什么去办公室？原因是因为他有个系统要做出来，做不出来呢？那个时候有人开玩笑跟他讲，那你就自我了断啊。结果一语成谶，这真的一点都不好笑。好，现在大家就讲这是不是洪仲丘第2？而目前为止呢，有立委提案说谢宜荣要马上送监察院啊，还有公务员惩处等等等。但问题大家就想问，到底查不查得出真案？另一件事情呢，则是何佩珊是不是应该为这件事情负政治责任下台？好，因为他这次的处理方式确实让大家看起来觉得说，你刚有金价得处理代志。他说他愿意下台来负政治责任，但是到现下为止，到今天下午我在听他在立法院里面所有的答询，很多东西报告里头没有讲到的、没有问到的，他真的就是并不是那么全面的了解或全盘的清楚。那大家就想问了，到目前为止已经2个星期了，你知道些什么？你不知道些什么？你自己心里头会不会慌张呢？来，请教洪庭。我觉得刚刚也想要讲哦，就说劳动部应该要变成所谓这个劳工的模范哦。但我现在看起来，劳动部现在是民进党执政的缩影。因为我们刚才玉芳委员有提到啊，就说如果一个人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早就该被约谈了。他确实有被约谈，他被次长约谈之后，结果最后次长走了，
离职的是次长，对，这个次长叫王安邦。王安邦是谁？王安邦是新潮流里面也算是不小的人物，而且之前都是跟着郑文灿，他一路跟着郑文灿，所以你可以看到劳动部很奇怪哦，劳动部现在何佩珊以前是柯建铭的人马，王安邦是郑文灿的人马，谢宜荣有人传说他是局系的人马，对，都是新潮流。是，然后而且这些人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搞政治的专家。搞政治的专家遇到危机的时候，为什么会处理不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大家派系之间的利益纠葛，跟里面谁比谁大，把这些应该要怎么做的事情搞乱掉了嘛，对不对？所以就在这里面，你看最莫名其妙的就是要处理事情的王安邦就被处理掉了，而且还在同派系里面，而且处理掉了以后还不敢讲什么话，就说啊我想要休息啊什么这些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把劳动部的黑布掀开来以后，发现天哪，劳动部根本就是民进党的家天下嘛。然后呢，民进党的家天下里面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没有人用一个正常的方式处理，而是用什么？谁比谁大，谁比谁的后台大。然后最后后台最大的一路盯到最后，盯到现在整个事情炸开了，大家才慢慢抽丝剥茧，才发现就是说，哎，奇怪，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他还不下台？那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整件事情里面，现在看起来是谢宜荣的后台是最大的、啊，哎呦，大到所谓的何佩珊的压力都在立法院流眼泪了嘛，大到最后一定要爆成这个样子，那整个大家人民都看清楚了，才要逼民进党处理嘛，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透露出赖清德政府另外一件事情啊，你看他才上任多久，有多少案子多少辞职是被民众逼到最后。然后你一路盯到最后，你才辞掉的。所以你赖清德用人为亲的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难去跟人家讲。包括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吕正章，包括现在在讲的这个谢宜荣，都是啊。事情不闹到一定的程度，我跟你讲，他是保你保到底哎。那这样子的政府是好政府吗？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其实最要负责的就是赖清德你现在用的这一群人嘛。为什么他们可以靠背景撑到现在？然后呢，想要处理他们、想要约谈、想要做事情的人，还是你自己派系的哦。居然还被处理掉，我觉得这真的是匪夷所思啊！好，因为呢，其实谢宜荣先前呐，就是人家就会问何佩珊说：“你敢慢动？你敢慢处理？”他说：“我怎么会不敢？我一定会处理。”人一直没出来嘛。今天呢，早上他也告诉大家，他礼拜五会带他出来，他也会正式跟大家来道歉。结果呢，现在才说一停职，人家说不用停职，我马上辞职。他到底何许人也？有人就说他是公关高手，其实一路呢就是跟着陈菊他们这边一路往上走，人家去中央他就去中央，跟得很紧之外，还说金源很大，本身就是望族，夫家也很厉害。到底有多厉害？现在没有人知道，只知道他绝对不会是局外人啊，陈局的那个局外人。然后呢，这八股是王 A 啊，当然是啊，因为陈局之后的许明村，他在这边劳动部当了7年的这个劳动部长，他就是在许明村的办公室嘛。可是你问到这件事情，许明村说我不知道，他这不知道3个字就有办法解决问题吗？我赞同刚刚宜翔所特别提到，就这件事发生完之后，这个何部长他一连串的言辞，还有整个劳动部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是引起人民公愤非常的方法。这位员工是有机会救的，如果他在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一步是在许明村任内就发生的事情，如果他的上层周围的朋友看到已经承受这么大的一个压力过劳的状况之下，有办法有那么破口可以直达，让对方知道接收能够接球的话，他不用死谏啊。死谏这是个何其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这个何部长说还要给他颁发一个勋章，我觉得用死谏来颁发勋章，你不觉得这个逻辑是让人家匪夷所思的吗？那重点就是他为什么所有的讯息都没有办法上达天听，连这个王次长，王安邦次长那个何部长应该去问他，也没有问他，而且第一时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这个部长说什么吗？他没有接到任何的澄清，我觉得这个动作才是让大家最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回应的。所有人说不知道，前部长说不知道，新任部长说没有接到澄清，而这个人已经离职这么多人的，在这个状况之下，他的所有的所言所行，每一个劳动部都知道。然后呢，看不惯的人只好走人，留下来的人继续就这样被他压榨。所以这整件事情，然后被压榨完之后，你问他所有的状况、专业用语、利益良善，然后最后也不是重大的罪恶，然后直到今天，我觉得今天何佩珊为什么会哭，是因为你刚刚看到是他从早
颇强硬的。你如果从他早上9点钟开始，一开始非常强悍，问到中午完之后，你会发现他整个人已经完全瘫了，然后最后他哭了，而且他哭完，廖伟翔军训他哭完之后，他之后还是不断在擦眼泪，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已经也到了情绪的崩溃的一个边缘，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只能说。这个政府里面，特别是它是发生在劳动部，各位，劳动部是应该是所有劳工的表率，就你自己带头，不管是过劳的问题，还有包括你对员工的职场的友善度，这个为什么会引起大家这么多的悲愤？因为我们目前台湾的职场也太多人是在这个职场的霸凌层面，你知道，你激起大家的同理心，键盘手把你心中所有的怨全部发泄出来，所以为什么目前为止仍是网络热搜的前1、2名，就是因为他讲出太多人的心声。所以他这个时候，部长还有这个劳动部被骂，我觉得这根本是理所当然。而且部长，我真的觉得不要讲那么多，我觉得这个部长你就应该辞职谢罪，因为你真的完全不 qualify， 而且你是让一条生命白白的牺牲掉了。然后最后讲一句，这位谢依荣小姐，你是带小孩到国外去陪着他们念书，这个死掉的这个家属的爸爸妈妈，他是陪着他的冷冷的尸体，你就要把他送进这个殡仪馆，而你是要去陪孩子念书，你是霸凌者，你这个部分来说，你怎么给社会一个交代？劳动部你要有一个说法。而且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它不是没有内部管道，可是内部管道反应之后被吃掉了。好，到底有没有吃案？这搞不好是最后一根稻草。好，到底有没有吃案？来，他们都说没有啊，因为呢，就是我们有查，绝对没有。那另外呢，有没有打电话去给何博文施压？民进党的议员他说没有啊，这些也都没有。何博文也贴出他的赖贴图说没有。好，这件事情呢，因为已经引起了全民的公愤了，所以呢，卓荣泰他也已经要在今天下午要发表一个谈话。但大家也想问，劳动部是不是有上行下效？因为你看到只是分署长，现在传出的是什么？林淑芬今天在质询的时候直接讲，劳发署长，也就是所谓他的长官蔡孟良说，其实他也是彪骂下属，甚至还说副署长宁可降调，也不要跟他一起共事。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请教委员。我觉得，我说实在的，劳动部啊，是真的。今天是带头违法，还有破坏政府里面劳政的公权力，荡然无存。所以劳动部今天我说实在的，你是在整个职场霸凌的一个主管机关，你今天不管有没有，第一，谢署长进来以后，那调职潮、离职潮非常严重。那就要调查啦，就代表有问题呀。那你们为什么都不调查？所以我说实在的，今天非常给大家贻笑大方的是，你劳动部怎么会有职场霸凌的事情？好，这第一。第二，你怎么处理这么怠慢呐？一个人以死明谏就已经非常严重，这里面的问题重重了。啊！你们怎么会放了半个月都不处理？好了，今天你离职，不管是停止也好，离职也好，那你今天劳动部，你何部长，我认为大家好朋友，我要跟你讲一句，针对这件事情，你根本就处理不当。事情一发生，你的下属以死明谏，问题就很大。一不是你分署长待人不好，就是有什么猫咪所在，所以你还在等待调查，你调查出来罪证确凿，你还在什么长官求好心切啦，什么利益良善，这人他听得落啦，所以你难怪现在热搜里面你是第1名、第2名呢，拜托，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另外一个，当然据我了解，谢分署长，他是在许明春任内的任用的，是，所以这里到底有没有高雄市长选举的种种压力？这个我还是要奉劝民进党，真的不要因为政治斗争牺牲到所有职工的生命都不重要，这我认为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好，大家想问的是，劳动部的黑布可不可以掀起来？现在呢，何佩珊都一直告诉大家说我们会再重启调查，有没有吃案调查，什么东西调查？但问题是，当时国防部也有调查，结果后来洪仲丘案的整个运动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多少人走上街头？那个时候谁在背后来一起支持这个运动？现在呢，那一群人呢，面对的是台湾有这么多的千万劳工，大家共同的心声，大家看到的时候有同感的这样的一个不舍，被称为洪仲丘案第2。现在有多少人可以帮他发声？我们先进广告。好，我们刚刚讲到何佩珊这个案件呢，他在今天一整天立法院接连的被质询、被询这个炮轰之后，他现在在下午的时候不但是落泪，而且呢，他强调他不适任，他会向行政院来提出请辞。在下午4点半的时候，其实呢，卓荣泰行政院长也出面来谈话，但是呢，他除了跟社会大众来表示抱歉之外，对于何佩珊他到底是不是准辞，他说他之后会再回去跟团队，会再好好的来考虑这件事情。在这一次整个行政团队里面，会让大家觉得有很多人他真的适合在这个位置上吗？何佩珊是一个，另一个是什么？是很多人都觉得不是这么看好他的经济部长郭志辉。郭志辉昨天呢，在傅昆萁的这个连番炮轰之下，两个人就直接是对骂了。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傅昆萁就直接质问他说：“你到底为什么在你要当上这个经济部长之前，把你下面所有的股票通通都转给儿子的公司，你是不是想要规避申报？”好，原因是因为呢，基本上4月10号转让，他筹备处是4月24号才核准，但你10号就已经先让你转让了，他就想问这家公司儿子根本就是人头，所有的钱都是老爸的，那他就想问，这个不是为了规避申报吗？那对于郭志辉他的讲法就是我本来就是业界的人呐，我就是按规定来，我一切都是合情合法。那当然啦，双方之间呢，比如说傅昆萁就会直接想问你真的都没有一些你自己的私心吗？原因是因为你资本额18亿的小公司，他是他小公司的企业主，他觉得你真的有办法来当好一个经济部长吗？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当郭志辉这一次被问到他自己个人财务的问题的时候，真的有生气发了一个很严厉的声明。但是大家也想问，这个立委质询难道错了吗？立委发现你可能有任何有关于不法的情事，希望把你这些问题揪出来，这难道错了吗？他这么生气，发生什么事情？请教委员。我也不晓得他发生什么事情，我只是觉得他这个恼羞成怒有必要性吗？因为当我们问到能源的问题，问到什么的问题，他都是打包票的一个方法。我真不晓得他这个资产到底怎么赚到的，我们大家都要怀疑这样的一件事情。以他这样的一个智力，以他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前瞻性，以他的能力，他有办法赚到一个上市公司吗？因为真的是对于能源政策反复不定，而且就如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傅昆萁问他这些事没有问题啊，大家就是一副摆着老子很有钱，我今天真的有钱的状况之下，我真的是不在乎你这个公务员给我的这个薪水，经济部长的薪水对我算什么？就是一副要奉献自己出来的部分。可是他所言所行里面，拿这个财产申报来说，转让本来就是事实摆在眼前，就是很合法，你就是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就要来制作这样的申报嘛，这是我们明文规定的嘛。游淑慧刚刚特别提到了嘛，对不对？你本来就是财产要申报，股票要信托，这些每一件事情你都要诚实来做一个交代，怎么可能在你520要上任之前你就把这些处理掉？那你这个东西到底藏有什么样的猫腻？那今天那个立法委员问你，你就好好的去讲嘛，你有什么好恼羞成怒？而且还罕见的透过经济部来发函，以前特别来说的话，我们光是质疑他，你为什么可以让这个台电还要再多亏损这个2000多亿？你为什么在这个告诉我说我们只能有六座这个算力中心？如果有10家来申请，你该怎么办？他都回答的543的，他都没有那么生气。提到你自己家里的财产，你就在那个生气。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他可能在个人这个隐私的这个层面里面呢，或许不太有这个需要光明正大的这个部分。但是我觉得还是一句话，他的心态上是错误的。他永远就认为老子有钱来当你这个经济部长是要来奉献他这个智慧来给各位
我不看在钱的份上，不看在钱的份上，那就要把钱好好的交代。这就是从刚刚的何佩珊到现在的郭志辉，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他们所谓的用人，还有很多是在国营事业里面名不见经传，可是掌握实权又有很多很多实力的权利的这一些人，如果没有标康，你都不知道。但是这可以反映出这个赖政府他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用人识人不明。这个郭志辉真的等着看吧，明年的这个时候，看看是不是还是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大家其实也想问啊，卓荣泰是不是从头到尾都一样？原因是因为呢，郭志辉他就讲说，哎呀，你看看这傅昆萁推论逻辑通通都有问题。反正呢，基本上现在呢，他都是，比如何佩珊我先讨论一下啊，他做什么样？好，他辞职 ，OK， 好，我知道了。但问题来了，基本上啦，台积电现在呢去日本这件事情，大家也想问，为什么郭志辉在这边，包括去熊本去了好多次嘛，哈，那呢，所以傅昆萁就酸他说，你是不是日本招商局长？你要把我们上中下整个都捞过去，还是说这其实也跟你自己原本在那边你的一些企业上面的运作有关系？所以这当中真的不需要被问吗？当现在国民党来讲说他要成立一个郭志辉调查委员会的时候，警长清高了，他说我们应该要做福国利民的事情。到底为什么要调查我呢？来，请教焦宏庭。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我觉得真的值得问啦。也就是说，郭志辉在4月10号的时候，把19亿的崇越的股票转让给一个叫高益投资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备处。这个公司4月24号才正式成立。是的，但4月10号就把19亿的转过去，然后呢，他目前还持有该公司99.9%，然后呢，结果说啊，那他儿子占的比较少，然后说啊转让给他儿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不是转让给他儿子，是转让给公司，转让给公司啊。但公司的负责人是儿子嘛。那这里面就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想要申报这一笔？是啊，你不申报这笔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还是说你在这过程当中为什么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而且我有点怀疑，就是说。你在筹备处的时候，你就成立了所谓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证券户，然后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转让这个部分，也蛮就这里面我觉得也有点奇怪了。那所以这里面我觉得郭志辉应该开大门走大路，正式的回答就是说，那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你可以讲说我可能顺便做赠与啊，给我儿子啦，或者是说啊我可能有税务上的这个需求啊，或什么这一部分你都可以啊。那结果你回应的方式是突然暴怒。那就好像人家讲到你的软肋一样，我觉得在这里面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依法询问这些事情，你就开大门走大路，正式去做回应就好了。所以这就像刚刚曾伟也提到啊，你看过去很多事情他都回答得很那个对不对？很直接嘛，然后甚至对云豹。对不对？就说你不要再放话炒股票了，这个讲话都很直接啊。这个就是企业界的作风。那为什么讲到你自己的财产的时候，你突然变成政治在处理这件事，而不是过去这种开大门走大路这样的一个走法？所以我觉得郭志辉其实你大可用所谓的这个开大门走大路的态度去回应这个部分啊，就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去转让这些部分？那你不想要让大家看见这个东西出现在你的财产申报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或者是你做这样的一个转让，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正式的关键啦。还是就是说他不想要成为说什么这个赖清德政府里面内阁里面财产第一名的，所以他说赶快说，那我赶快我赶快移掉一些，我赶快移掉一些财产的什么？因为这里面我是看不出来这到底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他正式的回应给大家，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啊。反而，那你如果不回应，就会让大家开始怀疑说，那你的家人在做些什么？那你底下的你的儿子未来拿这个投资公司，他想要去投资些什么？那这些东西会不会跟你这个部长的职位会有所冲突？所以这个连结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嘛？是不是？那你如果用一个正式的态度去回应，大家做这些连结，那讲白了都是臆测。但你不回应，讲白了这些都叫合理的怀疑嘛？儿子还是3等亲之内，儿子做事情，你老爸当经济部长，我老爸当经济部长的话，是不是身份其实也会不太一样？大家会有这项的质疑嘛？所以不能问，是不是？其实我跟你讲我以前我们看蒋经国时代任用很多部会首长他不要讲话站在那个地方，你就觉得说我看起来蛮专业的，真的像个部长样子。像李国鼎啊，像这个我们的那个赵铁头、赵耀东，他们都是这个样子的就像唐飞，他站在那个地方，你就知道就在军事是非常有素养的人。我不太了解的一件事就是说，你作为一个部长人，我到现在为止我真的不晓得他对核电的态度是什么。
他昨天讲的非常肯定嘛，就是比方说我们不排除这个核电嘛。今天又一次了，马上就一转，那过来又转过来，又过来转过去。我觉得当一个部长是这样，你说出你的看法之后，如果上面的人认为你必须改口，那你的选择就只有辞职啊。政务官就这样子啊，政务官没有任期的啊。你认为你的理想、你的看法跟上面不合的时候，该走的就是你啊，结果不是，所以到现在为止，人家就问我说，本来我这样讲了，那个名单出来以后，我看到郭志辉我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有模有样啊，真的很不错。因为你要看到部会首长这一阵子要看得很顺眼的不是很多啦，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眼睛为之一亮啊。结果就是为了一个核电的问题，我现在看到他真的是把电视转过去了。你在说什么？你再告诉我一次，你对核电的看法是什么？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你这样子能够叫政务官吗？能够叫部长吗？其他我都觉得都不值得谈。光这一点，我就真的是觉得非常失望。是，好，今天又再讲一次啊，新核能我们考虑啊，重点就是核废料啦，6、7成的国民其实现在都还是赞成核能的，但然后呢？所以你现在到底对核能的态度立场是什么？还是没说清楚吗？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刚讲到，在立法院今天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冲突的场面，在今天上午呢，其实就先来一波了。这个是什么？是在内政委员会这边，他们要选的是选罢法。结果呢说，其实从今天清晨的时候，民进党就已经先冲到现场了，是不是这个委员会不管啦，反正假动大家通通都来啦。然后呢，国民党他们快要9点的时候来开会的时候，就爆发了第一波的冲突。那后来呢，因为一直没有办法到台上嘛，所以呢，国民党他们好像事先有准备了一个麦克风拿出来讲，然后讲完之后，因为招委是国民党的徐新颖，然后讲完之后呢，他们就先念完之后呢，就宣布散会。现场爆发的冲突，你就看到了，当时呢，这个林思明这个干事长，他就直接。好像西装有破掉就直接被推到地上了。那大家就在讲啦，民进党怕开会，然后呢，民进党就说国民党怕罢免，双方吵成一团，陷入僵持。对于修这个选罢法，其实现在呢，基本上它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什么？就是呢，你包括了身份证啊这一些，你必须要有附上这个正本，然后呢，影本，然后呢，让大家能够来看，然后呢，能够来审核你的身份。部分已经先送到2读，另一个部分呢，则是现在在票数上头要高于你当时选举的得票数，也就是不是只是要大于不同意罢免，你还必须要来大于你当时的选举得票数。李金勇就出来讲话了，说这个很有问题。好，我们这个以前中选会主委比较少看到，那最近这1、2年呢，确实蛮常看到的。想要请教一下乃金姐，你怎么样来看？因为呢，现在双方在这个层面上头，其实都有各自的争执跟坚持。蓝营提出来的就是你的罢免的票数啊，要高过当选的票数，我觉得这很合理啊。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罢免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哈，你几乎只要当选票数的1/4，25%，对，就1/4啊，1/4你就会被罢免掉。这个对于当初选出来的民众来讲呢，它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哈。而且呢，现在呢，自从罢韩开始，罢免呢已经变成是民进党拿来作为政治报复的一个手段。我今天选输你没关系，我把你罢掉，那我的人就当选了哈。然后我今天呢在立法院呢取劣势没关系，我可能会发动大规模的罢免呢，然后在国会呢就可以翻过1层。这是一种玩弄民意的手法，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取啊。现在呢，整个的罢免潮虽然因为谢国良的罢免案呢被阻绝了，但是呢，你很难去设想，就是说很难保了哈。未来呢，会不会还有，就算不是大罢免潮，还是会有零星的这些的个案呢，会有罢免。每一次的罢免呢，都是造成一种政治上面很不安的一个气氛，而且会对于大家对于这种选举的这种正当性啊，来产生一种根本性的怀疑。选举变成是
本来是表达民众意志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手段，可是现在呢，在反罢免的这个操作之下的时候呢，它变成是一种政治攻防的游戏，它完完全全了丧失在选举的过程之中，透过选票来实现人民对于政治期待、政治人物施政上面作为的这样子的一个正向的一种对于民主选举的一个思考。所以我觉得今天呢，蓝营提出来这样的主张，对于民进党来讲，它也是膝盖式的反应啦。反正呢，只要蓝营呢提出来的这任何的主张，不管怎么样，先假动哈，把你打烂，然后把你的一整个的它是要从根本性的正当性来去摧毁。好，他现在的做法都这样啊。不过我觉得吴思瑶是不是要想一想，这个案子如果及时的过的话，不是明年的时候，不是要那个新党的，不是要罢免吴思瑶吗？搞不好你就是第一个受益者。还有俞北辰将军，对，干嘛一定要反对啊？好，来，其实现在呢，这个我们内政部长刘世芳也有说话哈，原因是因为呢，他现在认为啦，其实就是还没有达成共识嘛，我们是不是不要造成社会上的对立，不要造成不同政党当中的紧张？他特别还提出说你看看。提高的话啊，那个人民就不能罢免啊，而且附身份证影本，就我们刚讲2读那个，还有治安风险呢，诈骗那么多，对不对？就恐怖哈。那另一个部分呢，他就特别提到了，说没有这个共识下修，原因是因为其实呢，你一旦下修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哇，那这个东西呢，是不是就会导致大家都很担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面临的状况？那基本上啦，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这个郭正委员这边，您白色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立场？原因是因为今天早上我看到蓝跟绿啊，怕他做熊呀呢啊，但是白的委员好像比较没有看到，我想，因为民进党啊，在立法院啊，这个说实在的，只要蓝白两阵营提出来的主张啊，没有一件是赞同的，没有，只有他们要的是赞同。第一，他们极力反对的就是选罢法。请问一下，这个选罢法修了以后，是只有适用国民党，只有适用台湾民众党吗？不是，适用大家。可是有没有剥夺人民的罢免权？没有。所以你现在民进党就一直在宣导，修法以后就剥夺人民的罢免权，没有。所以不要再大内宣。第二个，财政划分法，他们还是这样啊。所以这两个法，通通都是你民进党未执政的时候就提出来的，那就很奇怪啊！你们执政以后啊，就不这个蓝白两阵营就不能修啊？你们以前主张啊，我们来实现啊，你们也不赞同，我嘛感觉很奇怪。第一，选罢法有2个重点，第一就是联署加严，那联署加严是合理啊？为什么？以前在联署啊，不管是哪一个团体拿个名单写一写，然后名字写一写，就可以了。对。但是现在我们要求它的真实感，也就是说你在联署的时候，你要提供身份证，最起码你的统一编号还有你的地址要很明确。所以这个部分，台湾民众党我们是基本上100%的支持，100%的支持。那至于另外一个条文，就25%不提高，但是你最起码原来当选要多1票，这样才算过。这一点我们还在讨论。但是对于这些，我们是蛮坚持的。那个联署加严这个部分，我们是会做。那基本上只要把这个部分去做好，我想。这个都不剥夺老百姓的罢免权啊，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民进党我们做什么，通通不会答应。财划法也好，选罢法也好，那难道今天不开会？你们不是说喜欢讨论吗？那你们霸占这种主席台干什么呢？就来讨论哪边是最好，要不要修啊？大家来讨论。你们连讨论都不讨论，然后就指责反对党。指三道四的，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我是觉得执政的民进党当家不闹事，你们是当家常闹事，所以啊，老百姓啊看清楚啦。其实我觉得乃妮也讲的蛮有道理啊。这个修完之后，不是只有国民党他们适用，对不对？民进党明年可能有人受惠于此啊，是不是？
但我其实刚听我也听不太懂民众党的立场哦，因为今天我看总召黄国昌有出来开记者会嘛，对不对？他说2个部分，我真的仔细去看哦。第一个部分当然是这个加严这个所谓的联署门槛嘛，这刚刚委员提。但第2个部分，他说反对提高门槛没收民权，这是他说的嘛，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要罢免，他是说没有，他说反对提高门槛没收民，没有，我是正在读啦，他真的说反对提高门槛没收民权，这是他们的标语。对嘛？投票门槛，一个是联署，一个是投票。但我讲清楚嘛，但我说的是投票门槛，没错。对。但如果你未来你投票必须比你当时当选的票数更高，那当然是提高门槛啊，那100%是嘛，没有任何逻辑说这不是嘛。民众党反对。但是刚委员没有说，刚委员说他们还在讨论。不，这个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是反对的。没有，刚委员是说还在讨论。但是前面加严联署的部分，我们党团已经确定是绝对支持的。我以为2部分都确定了，但没有关系了，只有这个确定。但是我跟总召说话不太一样。我必须要提醒一下。我们做过民调，我要奉劝。我知道，我有看的记者会也是有我们宣布民调，反对提高门槛嘛。64%的人是赞成加严的，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很明确。但委员还没讲第2部分啊，第二部分多数人民是反对提高门槛的嘛，对不对？没有反对，就是没有反对，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国民党认为没有提高门槛，但是它是有多一票等值的。但是我们这个部分还没有决定。我是认为了，就是说这件事情，既然社会上有不同的一些见解跟看法了，任何选举制度，大家应该要有社会高度的共识。刚刚其实委员提到，民调也是很好的机制嘛，对不对？那如果民调是绝大多数人认为说非调不可，因为调了之后才能保障好，那我就说那是另外。